在水下给我做了10分钟的人工呼吸，现在报纸都登出来了，满大街的人都知道你是见义勇为的好青年。那我呢？怎料平日里爱耍嘴皮子的蒋小鱼也有不敢接话的时候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为了庆祝新兵野外生存训练圆满结束，部队领导逐一对参训的战士进行了慰问会面。蒋小鱼也在这个场合再次遇到了沈参谋，没想到两人握手的瞬间，这个平日里爱耍小聪明的家伙攥住对方的手，迟迟不肯松开。这一举动瞬间让沈参谋想起了两人在水下相遇的场景，脸颊不受控制的泛起了红晕。怎料蒋小鱼习惯性的握手动作持续太久，让沈参谋瞬间生出了强烈的不满。就在蒋小鱼转身准备登上车辆的时候，沈参谋心里的火气依旧没有消散，他快步上前，直接把即将离开的蒋小鱼喊停。这让蒋小鱼瞬间心生欢喜，以为对方是要以实际行动报答自己的救命之恩，可他等来的却是对方抬手虚晃的一记耳光。这突如其来的操作直接把蒋小鱼弄得愣在原地。你这是干嘛？我要不是穿的这身军装，我这巴掌我就抽到你脸上了。原来此前蒋小鱼救下了遇险的沈参谋，没想到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口无遮拦，随口编造出自己在水下给沈参谋做了10分钟人工呼吸的说法。等到报纸正式刊发之后，蒋小鱼顺理成章成了大家口中见义勇为的好青年，却把沈参谋的个人声誉彻底影响了。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人提起人工呼吸这件事，这让尚未谈过恋爱的他根本无法接受。蒋小鱼这时才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，只能站在原地任由沈参谋当面斥责。蒋小鱼，我奉劝你以后管好你自己的嘴，少给别人添麻烦。沈参谋说完之后就带着满腔怒气转身离开了。可蒋小鱼转头就发现所有战友都目睹了刚才的全过程，他立刻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抬手敬了一个标准军礼。本以为这次当面警告能让蒋小鱼收敛言行，没想到没过多久，蒋小鱼就又管不住自己的嘴，再次对着身边人开始吹起了牛皮。在场的所有战友全都误会了他和沈参谋的真实关系，一个个都凑上来打听两人的私下情况。这时候蒋小鱼更是丝毫没有收敛，前就认识，死缠烂打的追了好些年，你们说我能答应吗？看着身边战友满脸羡慕的神情，蒋小鱼的嘴彻底没有了把门的，说沈参谋这种长相出众的女孩自己见得太多，自己早就做到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，更何况老家还有一个青梅竹马等着自己退伍回去成婚。这番大话一说出口，让大家对蒋小鱼的情感经历更加羡慕，他也成了整部剧里最擅长吹牛的主角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咱这是南斗6星，和天上的北斗7星，它遥遥相望啊。像书上说了，咱这就是大富大贵的命数。